最近发觉到一个现象，他们 emo 哦，放 close friend 就不用紧啊，然后有时候放那个字小，然后你们太老了，看不到。没有，你等一下才到你讲话。对于这个现象，我不予置评。我没有 follow IG story。IG story 不是用来 follow。欢迎来到890 Talk，Hello。我最近发觉到一个现象，怎么了？就是年轻人很喜欢什么鬼东西都放上 social media。谁很喜欢？ 00后啦，我是呗。什么有00后 specific 先讲，是也放，不是也放。对于这个现象，我不予置评。我没有 follow IG story。你有 IG 的吗？ IG story。我 IG story 不是用来 follow。比如 OK， 他们 emo 哦。放 close friend 就不用紧啊，然后有时候放那个字小，然后你要拉到最小。你们太老了，看不到。没有，然后我会放那个 C translation 去放出来，以前不能的嘛，就是那种以前要 screenshot 啊，要 screenshot 然后再开，尤其是哦那种你喜欢的人啊，或者是你很在乎的人哦，他写那些东西你去看哦，我靠，我看到你写什么鬼哦？没有你懂，其实越小的东西你越看不到，你就越想看到。原来让你那么在意，如果是我就刷到就看到了。没有人哦，不管是喜不喜欢放那些黑东西做么呢？就是要引你们讲啊你怎么了这样子，然后就开始 post 那些人出来，大家都有关系嘛。不懂啊，00后我发现是这样子啊，就是那种讨拍现象。不懂你们有没有？没有啊，我觉得90后也是的。我自己承认，我自己有过这样的，也是这样子。我也是做小小的。social media 不是应该对我来说啦，我自己而言，我的定义就是分享一下我的美好生活。我也是分我美好怎么生活啊。将相应哪一个广告商？任何的人生时刻，去演唱会啦，去喝茶啦，拍拖啦，尤其是拍拖，放什么东西都放在 social media， 有时候会一些人呐，包括我啦，就可能觉得哇有点烦，然后你等一下才到你讲话。80后会怎么看这个事情？首先呢，第一，我没有在看。首先，我的圈子里面，如果你说是00后啊，年轻人的一堆，他们可能都在 IG、小红书。which 小红书我开了之后，我的名字还是在小红书的阶段。然后 IG 的话，我可能是3年 post 一个照片。可是如果只从刚刚你说的那边呢，我是觉得真的有时候你 post 的东西，每个人不同的那个想法在 post。有一段时间大家吃个早餐要拍，吃个晚餐要拍，这一点是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大意义，真的是个人自己的东西。对于我来讲，或者是我身边的朋友来讲，可能我们那时候开始玩social media的话 ，post 的文都是分享自己的看法、感想，甚至看了一部电影，哇，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值得推崇，然后就会写一个东西。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东西是有的讨论的。还要讲我们破东西。我本身呢，我是比较喜欢搞怪的，常常 post 那种正能量的东西的人，其实他都很有负能量，因为正能量的人都在 post memes。正能量都在搞笑，可以讲白话文吗？听不懂，听不懂。完了，我听不懂。正能量的人不是不会跟你讲你要很正能量，你就觉得这世界很美好，不会的。正能量的人，我们就不搞笑的。什么意思？不明白，我还是 get 不到。OK， 跳过。没有 OK， 反正正能量的人都会一直播正能量的东西。那我知道，正能量的人反而会 po 那一些很正能量的东西。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通常你看到那些好像呼吁你很正能量的 post， 说我要提升我自己，我要对我自己好一点，通常他们都带着负能量，只有他们才需要这种东西。就是真正你无时无刻需要都在正能量的人，你根本不会想到要 post 这些东西。终于 get 到了，大概一点，还是有一点 get 不到。问题是什么90应该也是一半一半吧。我基本上上厕所都会 post story 的。你上厕所 post 的 story 的内容是什么？今天比较软烂。今年出国前，我就在机场的厕所做了个厕所。你是开箱厕所吗？这90后就是 po 那有的没的啦。啊，对我也会这样子，我也会。其实我以前 post 在厕所没有啦。女生可能很喜欢 post 那种自拍照啊，他们我也不懂 post 自拍照意义是什么，但是所有给人看呐，给人看呐，给你看，那不是人呢？没有，我是讲
看照片的话，你会去那个照片栏那边看嘛？但是 story 会放很多自拍，我就有时候不理解了。大哥，我想问一下，因为像我刚才就有讲到，就是我都是上厕所都会 po story 的人嘛，这样这就是我记录生活的方式，因为可以看回 archive 啊，可以看 FB memories 啊。像你自己的话，你会怎样去记录你自己的生活？写日記。我記錄生活啊，還是跟老婆講。佢話用心同埋用隻眼。其實他說的對，聽起來很爆笑，但其實他說的對。就好像出去旅行的時候，我其實是很討厭一直拿着相機一直拍，因為我享受我用我的眼睛去感受當下。像我父母會講的話了。可是我爸爸660的，然後他每天拿着那個 cam 出來。其實如果是拿着 DSLR 拍照那種我很喜歡，好像拍作品。可是好像那種點啊？你睇唔起？就他不能拍自己，要拍風景。它會成為我 distraction 這種 distraction 在那邊，我享受當下的 distraction。記錄生活的東西，其實我會比較多用文字。好像 FB memory 的話，我現在看回我以前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時候啊，我會寫講人話。中學的名句精華，中學，因為我是那種很喜歡咬文嚼字寫詩的人，所以我那時候會留下很多的自己創的詩句。那你現在不記錄的話，你10年之後你怎樣看回現在呢？我覺得人每一個階段他會記錄的東西不一樣。20多歲的時候，可能記錄的都是我；到30多歲的時候，我可能記錄一些我有興趣的事情。到我現在，我記錄的東西不是我，都是我家裡的大小美女。大小美女。我一直很好奇啊，開小號的意義到底是什麼？開小號的意義就是因為你大號太多人了。main account 太多人看了，然後你想要開一個小號，比較私人一點。這樣你可以放那個 close friend 的嗎？他沒有 close friend， 他沒有 set。其實我不想放 close friend 的一點，就是我覺得你的朋友可能看到，怎麼他 set 他為 close friend，然後你沒有的話，我會擔心給人家這種。你為什麼需要同時經營這樣多不同的平台去面對不同的群眾？這些東西對你的意義是什麼？小號就是特地開出來，我不想讓那些就是因為工作上面被逼可以要 follow。OK 啦 follow。我是給個例子，就是為什麼我們年輕人要開那麼多，就是這樣子啦。你懂嗎？所以 IG follow 已經成為一種我不 follow 你就是我跟你不好的意思，你懂嗎？這樣子你應該 private account。但我又不想 private account，就是你有一種心態，就是我想要給人家看，但是有一些東西又不想給人家看，所以我就特地開了一個。我又特地開了一個小號，然後就去 follow 那些我想要他們看我這個東西的人，然後他們就會看到。但是我在小紅書看到關於那種情侶之間他就是 po 那種2個情侶那邊親嘴，聽起來好矯情。沒有，他的意思是比較親密的那種動作，就是只敢給陌生人，因為陌生人都不認識你嘛，他就看你的東西，他就喜歡你的東西。但是如果你們把你們親密的東西放上去 IG 的話，熟人看到的話，你們不會 cringe 嗎？會很 cringe。怪啊，所以就是為什麼小紅書是給陌生人。現在我認識你了，我 follow 你小紅書了。Here's Johnny。可能說我們不同年代的人對於 social media 的初衷都不太一樣。站到這點呢，我覺得可能我不懂啊。90後，我覺得我們是在一個處於中間點的位置，有中間，是真的中間，確實是中間。沒有，因為我們以前一開始年輕的時候，所謂中學開始，那時候我們並沒有這麼重的 social media 的一個癮。那到後面的時候，我們覺得這個東西是可以跟朋友更多的在那邊交流，認識朋友，對，然後偶爾分，對。但對我來說，我自己最大 social media，我覺得最好的是同溫層的。我蠻同意他講到這一點，就是因為我的話就是 post 很多追星啊的東西，我就可以找到哇一群跟我一樣追吳建慶的粉絲這樣子，然後可以遇到海外的粉絲啊，就世界各地啊，這樣子可以交朋友哦。我覺得 social media 就是for我們這樣子用的。對呀，因為你不 po，然後別人也不知道原來你喜歡這個，原來我跟你一樣喜歡這一個。如果我用一個可能不太恰當的形容來講的話，可能就是對我們剛接觸 social media 的時候，我們的格局很小，我們的格局就是我們找到我們的朋友，到他們之後格局是我要交新朋友，對，到現在呢格局更大了，我不是要新朋友，我要 followers， 我要 followers，而且 followers 不是買的，是真的自己賺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自媒体的时代了，就是他们可以把整个自己的 branding 做起来，但是可能80和我们90还没有这种意识到，所以其实，在我们那个时候有这种意识的人，可能都已经是现在的大款了。我觉得很好的例子是 Jane Chuck 啊、韩小爱，他们就是从以前开始就经营 social media 到现在，哇，赚很多钱哦。这个就不知道了。反正因为我有在小红书看到有一个博主就讲，他的标题是这样写，什么做了3个月，然后月入1万这样子的，就是做自媒体嘛。然后他就会教你咯，教程就是教你怎样，就是你每一天都坚持 po 一个 video。然后你就慢慢就累积那些粉丝，然后你有粉丝了过后，慢慢你就自媒体嘛，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些来去赚钱。所以很多人就是想要share anything 啦。我可能觉得我们年轻人可能不想就死打工吧，朝9晚5，可能想要做一些比较 free style，或者说这个原本就是你们可以 access 到的一个管道。对，在这10多20年前，这并不是一个很寻常的管道。总结一下啦，我觉得刚刚大家综合了80、90、00讲的一些东西，我觉得 social media 总体来说是往一个不同媒体会有不同的功能的一个方法。Facebook 它好像是成为一个很 personal 的东西，就是只有你自己 follow 的朋友才会有。那才知道。Instagram 可能是相对来说朋友、工作或你一些想要认识你的人，如果你不是什么艺人网红的话，对。但小红书是一个可以推广到更远、更外的一个地方，就是完全不认识你，然后你也没有任何的照片，所以你其实可以比较肆无忌惮的去做很多事情，让人家知道你。那我觉得这个演变成一种所谓的现在的有点流量当道的感觉了，我自己觉得。因为说到底，它就是一个工具，你怎么用这个工具，它这个工具可以让你很私人的跟你的朋友交流，也可以让你有面向世界的机会，就纯看你自己的。对，是面向世界嘛，对吗？你讲小红书演算法乱推了嘛，不推向世界嘛。是。所以到最后的话，如果你讲你到底什么都 post， 什么都不 post， 其实可能对于我们个人自己而言呢，我会觉得很烦你什么都 post。但是如果以一个比较 generic 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是你使用它的方式，是我们的自己的平台。对。不过如果是有些人喜欢冲流量而故意 post 一些很 toxic、很刺激眼球的东西的话，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也会说的这种自由媒体或自媒体乱象。我们就是要有爆点，我们就是要有 like， 我们就是要 follow， 总结来讲啦，我觉得不管你是为了什么而 post story、post 任何东西好，总之你自己开心就好了。我还是会继续 post 我上厕所。Sorry。其实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呢，并不喜欢，可能也是因为硬件 device，我们都是以文字或者很少数会有图片为主。然后进入 IG 时代，大家的手机美颜都开始越来越厉害了，大家都可以拍到美美的照片，所以大家都会很勇于的展现自我。在升级的情况之下，就是 TikTok 时代了。所以其实我们看着这个时代迈进的时候，我本身还是停留在那一个喜欢用文字来 share 的，所以我不会去碰 IG， 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要拍我自己？我也没有去开 TikTok， 因为我觉得很显要拍一个 video for 自己，对，很累。到头来其实就是看各自的那个习惯，最后就是在选择自己年龄层或自己的喜好，喜欢用什么平台，那就去吧，找到那条真正的道路，其实是真的道路。可是我觉得每一个 social media 都有用，只是看你怎么用罢了。对。总之不要为了那个流量内耗自己，我觉得是一个最重要一点啊。其实你觉得 social media 是拿来做什么的嘞？你会不会像我一样，就是 post 个厕所都会 post 呀？记得让我知道哦。最后，不管你用什么 social media 做什么都好，记得要 follow 我们 Xuan.com.my， 我们有非常多东西啊，有专访啦，有那个美食啦，有 lifestyle， 反正什么都有，汉巴郎都有啦。那记得关注我们 Xuan.com.my， 那记得 like and share 我们这个影片，然后拜。